这是欧夏 Subtitle 3.1版关于语音识别的一个视频。那首先我们看一下软件的新改进，我们就露出一个小边儿。我们会看到新软件在加号的右上角增加了一个按钮啊，我们点一下，它变成自动的这个视频字幕，再点一下啊，变成 Play Only，就是只是播放这个视频啊，再点一下，这个就是语音识别，那再点一下它就又回去了，是吧？一共4种状态进行循环。那首先我们看一下功能，点击加号，这里边我们要选一个你要处理的视频啊，我这里边有很多测试的，我比较喜欢拿这个来演示哈。我们把弄小一点，哎，小一点。我最喜欢拿这个做 demo， 来走。进来以后呢，我们看到它的界面啊，它已经提了这个视频的一张缩略图，然后有几个选项啊，然后这个叫什么什么 only， 这个甭管它。我们现在先看第一个，我们一共在这个语音识别的模块里面提供了5个默认的模块啊，这个5个默认模块呢，就是Whisper， 我们把它集成到了程序里面来。那它的语音识别的模块呢，有5个，我们默认提供了5个，分别是74兆、141兆、465兆、1462兆和2951兆。它的大小是不一样的，那么它的识别的准确度也就是越大越高，但是越大它所要占用的资源，包括 CPU 的执行资源，还有它的内存的所需都会变得更大。那为了比较快速的演示呢，我们就先用这个换成这个最快的，我们看一眼。第二个呢是 language， 它固然可以自动选择、自动检测这个视频中的这个语种，但我建议呢，就是如果你明确的知道的时候呢，还是选择一下，因为选择了以后呢，它的识别效率会更加的高啊，然后识别的准确度也更高。因为个别的时候啊，我们这个视频里边它可能有一部分会被识别成你是这个英文的呀，或者什么文的，它可能会识别错啊，确实有，所以最好是指定。那我就不那什么了。最后一个呢，就是你每一行啊，这个识别出来的文字每一行多长。现在是 Auto 模式，就是全靠 Whisper 自己来进行分行。当然，为了照顾这个很多的视频的这个创作者，我们会你看它可以设定啊，说我这一行要多宽啊，最短6个啊，15个，就是可能有竖版的视频啊，它可能需要更短的这种表现形式。我们还是 Auto， 我们把例子走完，开始干活。这是我设计的动画，有点慢哈，待会儿我们重来一遍啊，我们把这看完。这就是它识别出来的啊，太快了，我们不用它，我们还是让它慢一点的识别。再来一遍，把它换成这个我推荐的这款啊，我推荐的这个1462兆的。再来，这个相对慢一点啊，但它呢仍然还是可以的。这是我设计的一个动画，把识别出来的文字飞到这个文字框里面去。也希望大家看到这个动画哪不满意就说哈，我们一起改。最后这个识别出来的报告啊，它一共识别出了25组这个字幕啊，它的速度呢是6.33倍，比这个视频的真实速度它是6.33倍，这还是可以的啊。然后下边3个按钮，第一个这个是保存，另存为啊，然后这个你看存出去，然后其他的呢就是一个是播放，还有一个就是打开，我们看一眼啊，这是打开识别出来的结果。然后呢，这个也可以播放这个视频。好，
这个白色的字是原来这个视频里边带的，那为什么我非得选这么一个呢？就是容易测试啊，我自己测试起来比较简单啊，就能看见。就是我们识别出来的是黄字，当然黄字的这个呢是可以改的，底下有各种各样的设置。那我不在这个视频里讲如何设置啊，我这个主要讲这个语音识别。好，这是基本的语音识别的实现。那么有同志们就会说了，说这个语音识别效果怎么样啊？其实坦率的说，这种离线的语音识别，它的识别效果是不如在线的。就是我们有一个视频传给一个网站，然后网站识别出语音返回给我，质量是不如它的。那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我们看一张图，我把这张图调到主屏啊。这是我们的在不同设备上实测语音识别库的表现。我们有 iPhone 15、17 Pro Max、11、iPad 9、iPhone 13，还有两个，一个 M1，一个 M4啊，几款这个机器。我们会发现，到了1500兆的这个识别库的时候，有3个设备已经不行了，它会崩溃，程序会崩溃。当然了，我们现在程序已经做了一个提示，如果要崩溃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警告啊，你可以强行要求它做。3G 的这个最大的这个语音识别库啊，只有 M1的和 M4的这2个机器能够跑下来，其他的 iPhone、iPad 全部崩溃。啊，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啊，我们的这个语音识别在运行的时候，需要抢占，也不是抢占，需要申请很多的内存。要多少内存呢？就是跟你这个库的大小比起来，再多上20%左右，就是你这个语音识别时候所需要的内存数量。这个内存数量在笔记本上不算什么，但是在 iPhone 上面，特别是早期的 iPhone 还是很大的，很大的啊。这是一个是这个内存占用。那在识别的效率上，刚才在视频里面大家也看到了，我用140兆库的时候，唰就过去了。当我用1500兆的时候，就明显感觉到它有这个识别语音的过程。所以呢，这个为了提高语音识别的结果的质量，你就不得不选用大的语音库，而你所需要的系统资源和识别所需要的时间就会更长。那为什么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我们把一个视频传到网站上去，那个网站在识别的时候，那是服务器，对吧？服务器有可能有几个 T 的内存啊，我们这个笔记本都是十几兆啊，十几 G 啊，是吧？那个是差着量级的啊，内存。另外一个就是 CPU 啊，我们单机的 CPU 呢，永远无法跟服务器的集群相比啊，这个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的。那即使如此，为什么我们还要提供这种语音识别功能呢？那它就有2个无可替代的优势。第一个优势呢，就是你用 server 进行语音识别，你是要消耗 token 的啊，那个 token 就是钱，你要花 token 来消耗啊，来进行语音识别的。那我们这个软件呢，这个软件里边你识别多少个语音啊，识别多少个视频都不需要额外的这种费用，也是不用消耗 token 的，因为你自己在消耗你自己的 CPU 嘛，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语音、这个视频都是完全在本机处理，啊，对于有些要求安全性比较高的场所，这是非常适用的方法，啊。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扩展的一些情况，那么。这边这个电视剧啊，这是我做的啊，这电视剧，这是我测试的时候做的。我们一共把这个电视剧45分钟，从头到尾全识别了啊。这是一个中文的一个电视剧，我自己已经识别过大概有300分钟左右的视频吧，反正是夜里边就让他去识别去干活去呗。如果大家在有些视频的识别结果上面，或者识别的不成功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向我反馈，把你的视频呢传到一个共享的服务器上，然后把分享地址给我就好了。这是我们的一个测试的一个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下
2个小小的扩展，我们再换一个啊。哎，我们干嘛还要识别中文的呢？我们换一个给大家看看。我们换一个日文的。这个开了一半屏幕还挺讨厌。这儿，这儿，换一个日文吧，换一个日文的。就是我喜欢举那个例子在哪儿去了？花仙子啊，这个是这个吗？啊，就这个。啊，一个日本的歌曲。好，其实我们不是为了日本歌曲啊，我们是为了讲明白。这个首先识别库，我们内置了5个啊，在 iPhone 上面应该是4个啊，最后这个肯定用不了。那么其实我在设计之初呢，是想在右上角添加号的。加号点下去以后，允许我们把自己喜欢的语音识别库贴进来，输入进来，然后我们再下载这个语音库啊，再去那啥。我是不是没有演示语音库的下载、识别库的下载？做一下啊。我们把这个最小的删了，点击进去啊，这就是它的语音库的这个情况啊，它有下载的 URL 啊等等。点击这个下载，应该不算慢。就要下载完了，这是什么情况？不管它了啊，这个下载还是没问题的。现在临时这个网络不太好啊。那么如果点击加号以后，我就会希望由大家来把这个语音库的识别库的地址名称填上啊，包括一个验证的哈希256的一个验证码都填上。但是这个功能相对很专业。很专业，所以有专业的朋友想用的时候，可以把实际上想做的案例发给我啊，我直接用你的案例来帮你调试出来啊。本身像闽南话像上海话，那么都有专门的训练好的库，那这些训练库呢，会更好的对你指定的这个语言进行识别。当然了，还有叫什么英文的增强库啊，这些东西，如果需要这个功能，我们将会加在这儿。加在这儿，加个加号啊。如果需要的朋友呢，也把你的案例带过来，然后我直接加，因为我自己没有特别的这种案例。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识别的过程中呢，发现一个问题，特别是名字啊，比如说一个英文名，我们识别出来的中文呢，可能是张三啊，张是弓长张，到视频的后期呢，就变成立早张了。这是一个错误，所以我们可能需要在这里加入这个文字库啊，词表、自定义词表。同样，这个自定义词表呢，也是有专业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给我留言联系我们按照实际的案例来实现这个功能。这就是我们在3.1版本新增的语音识别库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欢迎大家使用。那么在 iPhone 和 iPad 上面呢，同样适用。最后呢，我把我们的这个演示的这个地址把这个视频这个软件的下载地址放在视频的留言处评论处，谢谢。